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哨兵Swy。本期视频是一期游戏推荐，送给我的朋友，一个自认是 DOTA 手残的玩家。最初我便是被这开场音乐震撼到，尽管作者用的都是其他游戏的音乐，但是从选曲就意味着审美。从开始我就知道，这必定是一款好游戏。目前我也只是打通了简单的初心试炼，没有挑战更高难度。对自己的策略水平有信心的玩家不妨尝试。推荐使用小黄鸭 Lossless Scaling 来补帧和全屏游玩。对了，如果你有什么认为很棒的单机游戏，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是私信分享给我。这不是一个光明善良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披着西幻的外皮，内核却是中国的仙侠网文。在这里，教廷看似神圣，其实早就腐朽堕落。这种表面光明实则黑暗反派的设定，完全就是早期西幻网文的风格。不如说，在这里一切都是黑暗的丛林法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烟灰不过是道貌岸然，而夜眼不屑于道貌岸然。回首往事，奈文摩尔在这故事中原名贾斯汀，正义，一个多么讽刺的名字。你将亲眼见证一个魔王是如何诞生的。如果厌倦了爽文或是甜腻的故事，不妨回到20年前试试这款黑暗、深刻却并不算残酷的游戏。这款游戏使用了大量 DOTA 2的元素，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一路走来 ，DOTA 相关的事物逐个登场，似曾相识。在这里是冥魂大帝和末日使者的时代，虽然还有混沌军团和红雾军团，但武王、斯温、丽娜早已消亡多时。密影学院禁断圣所的首席术师戴蒙拉尼克，荒邪之域的大恶魔恐怖敌人。聪明人见到我早逃走了。寒冬飞龙敖洛斯，我最喜欢这句寒冬诅咒的描述：我敌人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你会不会因为一句话而爱上一个英雄？至少我会。灰烬之灵的分身，复仇之魂的同组，与沙王的会面，还有霍乱之源的实验。世间虽然不见哈斯塔，但到处都有着狂战士的身影。龟王死于深处，便是剃刀的永劫之躯，以及暗夜魔王留下的祭品面具，以及贯穿全剧的掌握和传承无敌斩的训世家族，大名鼎鼎的训贤语。尽管魔塔类型的游戏并不以剧情为主，但游玩过程中整体剧情的叙述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剧透的人，我逐渐认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体验和感受，而非思维、看法和评价。但人又需要评价来锚定自己的位置和选择，所以我选择只做展现。视频前的你可以选择云游戏，但这也意味着你亲手让渡放弃了自己完整体验的机会与权利。以下内容涉及剧透，未玩过者酌情选择观看。第5章。复仇归来，荒漠逃亡，最后杀出重围。第6章，不朽山谷镜像是违逆命运的爱情。第7章，为了完成天香试炼的约定而登场。第8章，跨过真理要塞和赤炼天盘的明悟。可你要是问我哪一段剧情和游戏体验让我最为印象深刻，我一定会投票给第3章的支线故事——爱丽丝的城堡。这里是向导之外。刚完成一笔买下自己性命的交易，奈文摩尔为了赏金，转头进入了爱丽丝的城堡。耳边慢慢响起的诡异配乐，竟是出自红魔城传说。奈文摩尔遇上了自称是女仆的血精灵莫里莎。据他所述，城堡的主人炼金师特罗格玛为了拯救女儿爱丽丝而尝试禁忌的人体炼金，最终却失败了。结果城堡中变成了这副怪物横行的样子。
若是能在进入城堡之前合成2阶先锋盾，将无往不利。但仍要小心按序处理那些可以堆叠剧毒、生命流失的守卫。在击杀厨师长和管家拿到钥匙之后，便可进入城堡深处。这里到处更是光环、自爆、反伤的傀儡怪物。进入 BOSS 房间，消灭4处的傀儡之后，最终击杀拖着残躯的小女孩爱丽丝。没有必要怨恨，要恨就恨你的价值不够吧。此时重新响起的进入城堡时的 BGM， 搭配着主角的心态转变，恰到好处。而屏幕前的我，从心底涌起的彻骨寒意，还称得上是真正的战力控。